各位朋友，作为热爱和平的人士，逢中德建交50周年之际，本来两国还有两国人民有理由进行庆祝。据我所知，在中国国内还有中国驻德国的使领馆呢，都进行了庆祝。中国国内的媒体对过去50年的中德关系呢，给予了高度的肯定，看法相当正面。比如说，中国中央电视台是这样报道的：10月11日，国家主席习近平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互致贺电，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。习近平指出，过去50年来，中德秉持相互尊重、互利共赢的精神，持续推进两国关系，努力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，谱写了携手同行、相互成就的篇章。我高度重视中德关系的发展，我在这里指习近平，愿同施泰因迈尔总统一道努力，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，继往开来，推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，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。另外，新华社也在11月1日从德国进行了报道，这两家官媒没有半个负面词汇，全是正面积极的看待两国关系。中国民间那就更不用说了，绝大部分对德国的观感都非常正面，甚至可以说不少人是德吹或是精神德国人。那么德国这边又怎么看待中德关系走过过去的50年呢？我们来看看德国政府喉舌媒体德国之声德语版，这是10月10日那天发表的所谓纪念两国建交50周年的文章。体制竞争，德国和中国50年后的关系紧张。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，习近平和制度竞争，在这两者之间隐藏着德中两国50年的关系。经济繁荣中的不平等伙伴让彼此变得越来越陌生。好，德国之士我点评一下，各位朋友，我真的不是在贬低德国啊，我给大家看的就是德国从官方到民间如何看待中国的。大家看，光这篇文章的标题啊，还有引言就负能量附身啊，一点看不出德国方面对中德关系有任何积极的看待。这篇文章接下来这几段回顾了过去50年两国交往的历程，然后话锋一转，近年来在两国关系中，伙伴关系和竞争的因素已经消退，相反，制度性的竞争已经越来越多进入到前台。无论是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姿态，对维吾尔族的迫害，对香港民主运动的大规模镇压，还是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动，与中国冲突的根源都在增加，而德中两国的共同点正在一点点融化。德国之声还说，德中两国是同床异梦。德国之声继续说，如今柏林正在与中国保持距离，这一点越来越明显。绿党籍的经济部长兼副总理罗伯特·哈贝克宣布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贸易路线。在9月中旬的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结束时，哈贝克宣布对中国的天真态度已经结束了。所以朋友们，从这届德国政府我们很容易发现德中关系的冷却100%是德国方面的错误。本届德国政府有几个部长都是极度反中的人，最明显的非两个绿党籍的部长们莫属，一个是外交部长贝尔伯克，另外那个就是经济部长哈贝克，财政部长林德纳 Lindner， 国防部长还有内政部长等人对中国的态度也是负面多于正面。是德国把中国定性为制度性竞争对手，是德国鼓吹与中国脱钩，是德国鼓吹减少对中国的依赖，对不对？但德方是看不到自己错误的，反而把锅甩给中国。朋友们，我觉得真的很遗憾，中德两国呢没有历史包袱，本应轻松上阵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德国方面意识形态治国，加上呢又是某大国的准殖民地，很多时候德国的这些国家领导人没有自己的决策权，也没有自己的话语权，他们只不过是这个某大国的踢线木偶而已。刚才我们看了德国政府喉舌媒体，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民间媒体怎么报道中德两国建交50周年。比如德国最大的报纸是法兰克福汇报，它的网络版是这么说的啊：
德国与中国的关系通过贸易促进改变，就是西方实施的另一种和平演变趋势。德国当初是希望通过与中国进行贸易接触，以此来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。我们看看这张配图啊，太有喜感了。但是我觉得这张图与中德关系呢没有什么关系。法兰克福汇报继续说，50年前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，在西方的帮助下，中国成为了越来越有压迫性的大国。今天，中国的经济实力似乎像一场海啸，在过去20年里，一夜之间就席卷了全世界。事实上，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出口实力也是得益于西方几十年的经济支持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德国的媒体，不管是政府喉舌媒体还是民间媒体，无一例外都是极度负面看待中国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对中德关系的看待也同样负面。更可笑的是，他们竟然认为中国今日的成就是因为德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的帮助。难怪过去有的节目，就是我做的节目啊，翻译德国媒体的报道，有的读者评论也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德国的帮助。看来啊，德国真的是个圣母国啊，比雷锋还雷锋。雷锋嘛，我们知道，好歹呢，雷锋是帮自己人，也就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而德国呢，圣母心泛滥，无私的帮助中国50年啊。不过呢，对于这样的观点，我真的笑不起来。到此，大家很明显的看到了吧？中德两国对彼此关系的看法。中国人呢，崇尚正能量，讲双赢，对不对？而德国呢，与他们的选举制一样，靠抹黑对手上位，所以啊，对中国也一样，几乎呢都是负能量。这是中德两国啊思维以及为人处事方式的最大区别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前面介绍了那么多，就算本期节目的铺垫吧。我想大家大概都知道，前2天在中国多个城市同时出现举一张白纸，喊着要自由、打倒共产党之类口号的所谓抗议中国政府审查机制的街头闹剧，对不对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这就是2019年香港黑暴的翻版啊，是一种有组织的、有预谋的政治活动。12月1日，也就昨天，因为我现在还是德国时间12月2号，德国驻华大使馆在他的官方微博上贴出了这张图片，一张白纸，左上角写着不大的2023年这个年份。微博上的文字是这样的：德中建交50周年。亲爱的网友和粉丝朋友们，记录德中关系重大时刻的德中建交50周年系列到此结束了。有些年份我们可以轻松地做出选择，有些年份则让我们踌躇良久。哪些时刻最令你们印象深刻？未来又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？在德语中，人们常把未来比喻成一张未琢磨的白纸。这张白纸此刻正握在你我的手中，将由你我共同绘制。各位朋友，如果没有前2天的白纸运动，德国驻华使馆的这张图片绝对不会有任何让人联想的空间，对不对？但是正因为有了前2天的白纸运动，才让人不得不有另外的解读。这跟一个人敏感或神经质没有关系。我认为不会产生联想的人才有点不正常。反正啊，当我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，我条件反射似的马上联想到了白纸运动。当然了，德国驻华使馆说这纯属巧合，你德国使馆如何解释，那是你的自由。但作为华人，作为中国人，我们如何解读，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了。至少我的理解是，德国驻华使馆是话里有话，话里有话，图画的画。我认为这是德国使馆向外界发出某种暗号，希望2023年德国使馆呢与某些人继续进行所谓的白纸运动，或者是在鼓励某些人不要放弃，继续进行白纸运动。看来我们德国的驻外人员精通古汉语啊，竟然懂得活学活用，明秀栈道，暗度陈仓，给我们的德国驻华天才们一个大大的点赞。是我过于联想丰富，是我过于敏感，联想太丰富，
所以曲解了德国驻华大使的这张图了吗？出于好奇，我想看看其他网友的评论，但这条微博被德国大使馆偷偷删掉了。这个小动作也特别奇怪，好好一条微博干嘛要删呢？于是呢，我在网上找啊，像小蝌蚪找妈妈那么卖力。我发现原来呀，广大网友们的观点是这样的，我们来看看吧。我们现在看看这地瓜熊老六，他转发了德国大使馆发的这个微博，看看下面有很多的网友跟帖啊，看看怎么说啊。第一个人说啊，人类命运共同体，我只想白皮死绝。好聪明的中国人呐，好优美的中国话，真优美的中国话。然后呢，这个人讽刺说，让这个冬天再冷一些哦。下面一个人哈哈哈。然后这个人说，你们这些心有戚见怨天寒的实在太坏了。哈哈哈哈。然后这个人说，这就是境外势力勾结的活脱脱的证明啊。哪有什么境外势力，呵呵，非常欢乐啊。然后凛冬刚来，再过段时间我们就有好戏看了。这可能是指德国能源危机的洗几个部位的吧。好像德国和卡塔尔还是哪个中东产油国签订合同，已经购买了天然气。这人这个笑脸有点有点阴险啊。其实啊，这个同学不知道，卡塔尔并不是跟德国签订了什么合同，而是跟美国那个叫什么康菲公司转运给德国的，等于是加价，谁知道加几倍啊？下面这个人，我就在这个帖子直接反手举报，然后不久就删掉了。我也举报了，看来啊，有很多网友啊，并不同意这个德国驻中国大使馆的这个观点啊。这个网友还是比较明了的，他说和卡塔的天然气合同还是通过美国的中间商签的。下面这人说，或者英国卫报的这篇文章，如果您不相信中文的报道，请查看图片，我们点击看看啊。这里说的是德国同意了与卡塔尔15年的天然气供货合同，可是下面这里看，它是卡塔尔与美国公司 ConocoPhillips， 也就是康菲公司签订的合同，由康菲公司把这个货呢送到德国的 Brunsbüttel 这个地方去，而且这是卡塔尔能源部宣布的，在多哈。所以说卡塔尔天然气合同还是通过美国中间商签订的，这是正确的。下面这个网友说，太低级了，可能德国大使都是美国人。呵呵，这个网友看着都火大，一说还是一个国家的大使馆，这是大使馆干的吗？骂完了再取关。呵呵。下面这个网友说，德国高价汽车卖的不好了，日子难过了，所以真的我觉得哈，如果是德国大使馆他采取这样的阴招啊，对德国的经济肯定不好，对德国形象不好。如果德国形象不好，那德国车在中国卖的肯定会越来越差。其实啊，大使馆这个智商真的有点低，对吧？现在我终于放心了，不是我太敏感，而是我完全正常。因为微博上的这些评论，这些恶搞已经证明了什么是中国人的正常思维。我想正因为德国大使馆知道自己现场翻车粉身碎骨了，才偷偷删掉了那条微博。不过这是真小人伪君子的做法，没有敢做敢当的气概。我希望我们驻德使馆的精英们能反思一下，前提是如果你们有反思能力的话，为什么网友们几乎一边倒的反感德国队，以及反感德国驻华大使馆发的那张白纸的图片呢？为什么中国人几乎一边倒的恶搞讽刺你们呢？事出一定是有原因的，希望呢你们三思，否则长远来看，损失的是德国，具体的说是德国经济以及德国人的饭碗。很简单，如果越来越多中国人对德国观感变差，今后他们这些人呢，购买德国货的欲望可能就越来越低。当然肯定还有不少，或者还有很多中国人目前呢还崇拜德国，但今天崇拜不等于明天还崇拜，民意是会变的。就像德国队8年前你看获得了足球冠军，对不对？可是今天呢
连小组出现都办不到一样。所以，德国驻华使馆的官员们，请你们呢，对中国人多一点真诚，少一点坏点子。谢谢你们，德国驻华大使馆。Vielen Dank。